不仅难找，空间缝隙也是有良性的和恶行的。良性的可以抵达想要去的地方，但是恶行的进入其中便会飞灰烟灭。梁华大人说道：“倒是的确有这个说法。”罗盘仙人点头道：“楚风，你为何要去东方海域？”百里悬空问道。他已经听出了去东方海域的种种危险，所以他其实是想劝楚风，如果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为好。不瞒诸位前辈，东方海域我是必须要去的。我虽然来自天外，可却是在东方海域长大的，那里有我的家人朋友，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楚风说道。楚风啊，不是我说你，男儿志在四方，怎能被家人所牵绊？再者说了，若是你的家人朋友知道你为了回去看他们而去冒生命危险，相信他们也不会同意的。罗盘仙人劝道。罗盘仙人所说在理，百里悬空等人纷纷表示赞同。其实他们也都是为楚风好，这只是其一，其实还有其二。楚风说道。其二，你还有第二个理由？百里悬空问道。楚风说道。什么理由会让你甘愿冒此风险？梁华大人问道。青帝清玄天的遗迹。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神情大变，甚至本坐在席位上的他们全都猛然站起身来，情绪异常激动。楚风，你刚刚说什么？你是说青帝清玄天的遗迹？南宫龙剑追问道。此刻所有人都看着楚风，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毕竟清玄天的名声实在太大，名号实在太响，更何况他的遗迹在五之圣土来一直是个谜，多少人曾找过，就连南宫龙剑、梁华大人、罗盘仙人也都找过，可是却没人能找到。而现在楚风竟然说他知道清玄天的遗迹在哪，人们怎能不惊？青帝清玄天的遗迹就在东方海域的九州大陆，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换句话说，我和清玄天前辈也是老乡。楚风笑着说道。他觉得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对在场之人隐瞒的必要，毕竟这些人都值得他信赖。听得楚风的话后，人们更为吃惊，分别引领了2个时代的绝世天才，竟然是老乡。九州大陆是什么地方？莫非是盛产天才的地方？诸位前辈请看，这乃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楚风说话间将4大无上秘技全部施展而出，这是毫不掩饰的施展，让4大无上秘技呈现出了最完整的样子。这是清玄天的4只守护兽，错不了。虽然变成了秘技，可这个气息错不了。楚风，原来你是清玄天的传人。梁华大人年龄很大，活过上万年之久，他曾亲眼见过清玄天，也亲眼见过清玄天的4只守护兽，所以一眼就认出了楚风这完整版的4大秘技乃是清玄天当年的4只守护兽。我并非清玄天前辈的传人，只是因缘巧合下得到了他留下的4大秘技。楚风说道。清玄天的4只守护兽变成了秘技，这么说来，清玄天真的死了。此刻在场之人皆是莫名的感到有些悲伤。尽管清玄天消失多年，人们都觉得他已经死了，但其实人们心中都有着一线希望，幻想着清玄天还活着。清玄天前辈生死未知，哪怕他留下的也只是遗迹，而并非藏地。楚风说道。这么说来，清玄天可能没死。听得此话，南宫龙剑等人顿时又来了精神。不知道，我只知清玄天前辈的4只守护兽并没有真的死，我有办法可以复活他们，但是这前提是我必须回一趟东方海域的九州大陆。楚风说道。清玄天的4只守护兽复活吗？那4只守护兽可是非常厉害的，若是能够复活的话。梁华大人话到此处又感叹道。看来楚风小友是必须要回那东方海域了。梁华大人，清玄天大人的4只守护兽很厉害吗？百里悬空问道。莫说4只，单是1只的实力也要在我之上。梁华大人说道。竟比梁华大人还。听得此话，人们再度陷入震惊之中。4只守护兽已是如此厉害，那么清玄天究竟何其强大？一时之间，人们仿佛又能够想象到清玄天当年所具备的力量。若是清玄天还在，想必也轮不到暗殿在五之圣土撒野。震惊之后，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沉默了。既然4只守护兽那么厉害，那么楚风说出的第2个理由，他们也想不出否决的理由。尤其是在他们都面临暗殿这个大敌的情况下，若是能够复活清玄天那传说中的4只守护兽，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大助力，甚至能够因此而扭转战局。楚风小友，虽然想回东方海域很难，但却并非不可能的事。老夫毕竟是龙纹界灵师，这件事你就交给老夫吧。罗盘仙人说道。罗盘仙人，你的意思是？百里悬空问道。我去天路出口守着，若是发现空间缝隙，便用手段将其保留，延长它开启的时间，然后再通知楚风小友。罗盘仙人说道。这倒不失为一个方法。梁华大人说话间取出了一个金色闪光鸟，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做个印记吧。楚风明白了梁华大人的意思，不仅在金色闪光鸟的身上留下了自己的气息，随后还亲自将金色闪光鸟交给了罗盘仙人道。罗盘前辈，辛苦你了。辛苦，的确辛苦。守在天路出口，等待空间缝隙出现，没人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但人们却知道那是多么枯燥，多么无聊，甚至是一件非常难熬的事情。让罗盘仙人这种人物却做这种事情，的确是委屈了他。楚风说这话就见外了，若是能够铲除暗殿，让我坐守天路出口直到死去，那又如何？罗盘仙人一阵大笑，笑的是那样无所谓，是那样的放荡不羁，但此刻他的笑却让在场之人由衷的都对其感到敬佩。别看罗盘仙人平日里嘻嘻哈哈，但其实也是一位为天下苍生着想的智者。五之圣土被誉为仙人的不在少数，可唯有罗盘仙人这种才真的配得上仙人之名。至于蔑视爱才之流，简直是污蔑了仙人这个称号。此事就此定下，本来是准备过段时间罗盘仙人再出发的，可谁曾想
罗盘仙人竟如此急切，在晚宴之后，便直接前往了东方海域的天路入口处，前去等候那空间缝隙的出现。临走之前，只与百里玄空打过招呼。罗盘仙人走后，楚风也没有闲着，他需要短暂的闭关，修炼龙鳞送他的那本天境武技。龙鳞来自天外，他给自己的天境武技，就算不是很好，但也毕竟是来自天外的天境武技。楚风觉得绝对会不差，而事实上，这本天境武技的确很是厉害，甚至比楚风的奥义苍冥砂还要强大，是天境武技中的上上品。此武技叫做天境破空刀，一刀出，破虚空，万物尽毁。但看介绍与修炼方法，楚风也能感受到这天境破空刀的威力。而最令楚风惊讶的是，这天境破空刀的创造者竟是龙鳞。不过，这武技有一个缺陷，就是唯有手持地冰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但哪怕如此，楚风也必须要掌握这天境武技，否则简直就是浪费。更何况在楚风看来，地冰他迟早会得到。之后，楚风便沉浸在对天境破空刀的修炼之中。天境破空刀很难修炼，甚至不适合大部分人，尤其是没有地冰的情况下，想修炼这天境破空刀，简直堪比登天。但这却难不住楚风，毕竟楚风在那远古竹简之中，对武技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了解。可哪怕如此，楚风掌握着天境破空刀，也用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不过这1个月的时间，楚风可不仅仅是自己掌握了天境破空刀，楚风还研究出了一套不用地冰就可以修炼这天境破空刀的方法。只要有了这个方法，其他人修炼也会简单许多。老祖出关之后，楚风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百里玄空。楚风，你出关了，莫非成功了？百里玄空看到楚风很是意外，而看到楚风如此高兴，他更是意外，这极有可能说明楚风成功了。然而1个月的时间练成一本天境武技，这实在是让百里玄空又惊又喜。成功了，这天惊破空刀不愧是来自天外的武技，很是厉害。依我看，5之圣徒很少有与他抗衡的武技，有了这武技在，日后与人交手，我也是多了一个底牌。不过什么？百里玄空问道。不过需要地冰才能发挥出这天境破空刀真正的威力，否则这天境破空刀的威力怕是还不如我的奥义苍冥砂。楚风说道。若是这样，那你还真是要尽快去东方海域一趟，毕竟5之圣土的地冰数量是有限的，如今几乎每把地冰都已经有了主人。百里玄空已经知道东方海域的九州大陆不仅有清玄天的遗迹，还有清玄天留下的地冰，若只是地冰的话，我并不是必须回东方海域才能拿到。楚风笑道。为何？难道你要去抢他人的地冰？百里玄空话到此处，又赶忙劝道，掌握地冰者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是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们。老祖，难道你忘记我可是得到了兽帝黑龙王传承的？虽然他传承的不是我的力量，可却是他的毕生所得，不仅有修武资源，还有地冰，所以在回东方海域之前，我倒是可以先去月下迷宫走一趟。楚风说道。天意，这可真是天意啊！听得楚风此话，百里玄空则是忽然笑了。老祖，怎么了？楚风追问道。绝对是天意，百里玄空笑着说道。随后在百里玄空的告知下，楚风才终于知道，原来在他闭关没有多久，便传来了一个消息：5之圣土有人散播月下迷宫的地图。如今5之圣土很多势力以及高手几乎都得到了那地图，现在大波人马正在赶往月下迷宫，想要凭借那地图闯入月下迷宫。毕竟月下迷宫内可是有着许多宝藏的，但这只是其一。就在昨日，百里玄空又得到了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是与楚风有关的。远古精灵中的天才仙玉音竟然找到了张天翼，要挑战张天翼的最强小辈之名，并且他成功的击败了张天翼。而现在仙玉音放出话来，要公然挑战楚风，说他在月下迷宫外等着楚风，要与楚风争夺这最强小辈之名，让所有人知道唯有他远古精灵才配得上5之圣土最强小辈的名号。仙玉音他还真是不死心。得知此事，楚风顿时怒火中烧。他知道以仙玉音的实力，若想击败张天翼，早就可以出手，可他现在才出手，明显冲的不是张天翼，也并非是冲着5之圣土最强小辈这个虚名，他针对的乃是楚风，他乃是为楚风而来。他知道张天翼与楚风是兄弟，所以才击败张天翼，为的就是要激怒楚风，逼迫楚风与他交手。老祖，仙玉音的事情，梁华大人可知晓？楚风问道。已然知晓，梁华大人说了，此事仙玉音做的不对，他倒是希望你能给予仙玉音一些教训。百里玄空笑着说道。梁华大人站在楚风这边，百里玄空自然高兴，这样的话，那我还真是必须要给他一些教训了。楚风眯着双眼说道。想当初在精灵王国的时候，仙玉音对楚风就处处刁难，看在远古精灵的面子上，楚风并未对他如何，但楚风没有想不到，他这样蹬鼻子上脸，在他父亲被关了禁闭之后，竟然还敢找自己的麻烦。那楚风这一次就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必须给他一些教训才行，否则保不准他日后还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来。莫说梁华大人支持自己，就算梁华大人反对，楚风也必须要给予仙玉音一些教训，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张天翼，只为自己的朋友，只为自己的兄弟，楚风也必须出手。楚风，只是那月下迷宫的地图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传出来，我们猜测此事肯定又是暗殿所为，暗殿不知又有什么计划，你此次去怕是尽管。百里玄空也希望楚风去教训仙玉音，但同时他也很担心楚风的安危。若是暗殿，老祖倒是可以放心，他们要是想杀我，我早就死了。楚风说道。但是他们终归还是有杀你之心啊。百里玄空说道。老祖，你觉得我是那种站板上的鱼肉，随时随地都任人宰割的吗？楚风问道。不，任何人都可能是，但你这小子绝对不是。
百里玄空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的性格向来小心，吃了一次亏便很难让他再吃第二次。老祖真的不用担心，别忘记我还有这个。楚风拿出了那根麒麟剑矢，那你就去吧，青木山你大可放心，有梁华大人坐镇，我们绝对不会有事。看到这根麒麟剑矢，百里玄空也的确放心了不少，毕竟那是能射杀7品5帝的剑矢。楚风，这是罗盘仙人临走之前让我交给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不简单。百里玄空将一个卷轴递给了楚风，看到这卷轴，楚风顿时眼前一亮，这不是当初雪发仙人交给自己保管，然后被罗盘仙人骗去的卷轴吗？打开卷轴一看，楚风顿时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这卷轴记载的竟是与月下迷宫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藏宝图，不仅记载着到达一处宝藏的捷径，这藏宝图本身竟也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一座门，真是天助我也。楚风将这卷轴收好。楚风，这卷轴是什么？百里玄空问道。这是与月下迷宫有关的地图。楚风说道。这还真是巧了，罗盘仙人留下的地图一定是价值不菲。百里玄空说道。的确是。楚风点头表示赞同，他丝毫不怀疑这地图的真假。若是这地图有假，当初雪发仙人与罗盘仙人也不必那样争。楚风，那这个五之圣土所流传的地图你还用吗？百里玄空又拿出了一张地图，原来这是五之圣土上所流传的地图。楚风接过来看了看，发现也看不出个所以，毕竟他都没去过月下迷宫，又怎知什么样的地图是真，什么样的地图是假？索性楚风将这个地图也收了起来，道：“我先留着，也许有用也好。”百里玄空说道：“老祖，这个对我来说已是无用，就交给您来保管吧。若是有合适的人选，可以让他修炼，日后作为我青木山正宗武技。”楚风将那本天劲破空刀递给了百里玄空。楚风，这可是万万不行的，毕竟这乃是那龙鳞送给你的。见状，百里玄空赶忙推脱：“老祖，这天劲破空刀我已经掌握了，留着也是没用。再者说了，我本就是青木山的弟子，我的东西也就是青木山的东西，您老就不要推脱了。就算是龙鳞前辈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反对，毕竟他已经送给了我，决定权也就在我。”楚风说道：“真是拗不过你这小子。那好，那我就收下了。”百里玄空收下这天劲破空刀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天劲武技何其珍贵，他青木山传承这么多年都没有一本天劲武技，如今竟然得到了一本，他怎能不喜？虽然这天劲武技必须拥有地兵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但毕竟也是一本天境武技啊，而且还是一本由天外高手所创造的天境武技，它的价值相信比五之圣土任何一本天境武技的价值都要高，而这全都是白楚风所赐。随后，楚风又告诉了百里玄空修炼这天劲破空刀的方法，使得本就高兴不已的百里玄空更为的高兴。而在百里玄空记住了修炼方法之后，楚风便再度启程，独自前往了月下迷宫。月下迷宫，五之圣土第二大禁地。不过月下迷宫与嗜血杀阵不同，月下迷宫之所以叫做月下迷宫，因为它有着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本身是个迷宫，进入其中者多半是走不出来的，只能死在其中，并且多半会尸骨无存。据说连龙文界灵师也不敢擅闯月下迷宫。而第二个特点便是月下迷宫的上方有着一轮巨大的明月，那明月悬空，银光闪闪，无论白昼还是黑夜皆是存在，甚是美丽，极其壮观。所以月下迷宫倒是五之圣土一个最为奇特的景点，名声在外之下，这里常年有人来此观景。久而久之，这月下迷宫的周围竟建造起了一座座城池，为游人提供吃喝住行之方便。不过这些城池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建造的，这里的城池由3大势力掌控，那便是天道府、人王府与地狱府3府，分别掌控了一些城池，共同守护着此处，但只限月下迷宫之外，因为月下迷宫之内他们管不着。倒不是说3府没有私心，不想霸占月下迷宫，而是远古精灵不允许他们霸占。不过现在本就热闹的月下迷宫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山人海之下，3府建造的城池早就人满为患，许多人只能住在城池之外。但说到最热闹的，还要数西北方向一个叫做天道一城的城池，这里聚集的人最多。为什么这么多？只因为这里便是仙玉音与楚风约战的地方。此刻仙玉音就站在天道一城的城门口，手握地兵，一动不动。他站在那里已经有足足13日，自打他来了之后便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着楚风的出现，俨然成了一道风景线。好帅，不愧为远古精灵的第一天才。瞎说什么？谁不知道远古精灵的第一天才是精灵小公主？精灵小公主是女的，仙玉音是男的，她是远古精灵男性中的第一天才，这有错吗？仙玉音长得很英俊，且修为强横，明明只是小辈，却已是3品5帝，并且那把绿色长剑不仅精致，更是一把地兵，地兵在手，何其的威风！眼下仙玉音早就成为了无数女子眼中的白马王子，一大群花痴就这样盯着他，盯了13个日夜，不知道楚风会不会来。肯定会来，试问这么久，楚风怕过谁？当初4大地族那样对付楚风，最后不也是要与楚风和解？别忘记，楚风可是凭借一己之力对抗4大地族族长，并且斩杀西门族长的小辈。当今小辈谁能做到？又有谁是楚风的对手？那可未必。楚风再强，也只限人族之中。但这仙玉音可是远古精灵，并且据说他是3品5帝，而且掌握着地兵，这综合实力，无论怎么看，都不是4大地族族长可以比拟的吧？楚风能胜过4大地族族长，但未必能胜过仙玉音。有理有理。在一群花痴围观仙玉音的同时，人们更为关注的则是楚风会不会来的问题。但无论是觉得楚风会来的，还是觉得楚风不会来的，其实都是希望楚风能来的。他们都希望亲眼见证一场最强小辈的对决。相比于之前的攻霸平原，
这一次的对决无疑更有看头。仙玉音，你可真有胆子！忽然之间，一道身影凭空而现，站在虚空之上，俯视着下方的仙玉音。楚风，你们快看，是楚风，是楚风来了！谁说楚风不敢来的？刚刚是谁说的？楚风这不是来了吗？我看谁还敢说楚风不敢来？谁敢再说，看我不大嘴巴子抽死他丫的！当楚风现身那一刻，整个人群彻底炸开了锅，沸腾不已。尤其是那些觉得楚风会来的人，此刻更是叫嚣个不停。而在众人的质问下，先前觉得楚风不敢来的人，也是不好再多说什么，他们只觉得百闻不如一见。真是没有想到，楚风竟然真的这样有种，连仙玉音的挑战他也敢来赴约。对方可是3品5帝啊，而楚风呢，据说只是9品半帝，就算用特殊的手段，也只是2品5帝而已。楚风能打过仙玉音吗？此刻人们心中充满了问号，同时也充满了期待。楚风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仙玉音缓缓抬起头来，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满满的全是杀意。他当真是恨透了楚风。在他看来，他本是前途光明一片，未来将坐上远古精灵国王之位的人，但是这一切都被楚风所毁了。你有什么资本对我说这句话？楚风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很是轻蔑地看着仙玉音。3品5帝的修为，手握一把真正的帝兵，这样的实力很强，在5支圣土的同辈之中，少有人能敌。张天翼败给他，倒也是不冤，但是在楚风看来，这样的仙玉音却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楚风也并未将他放在眼中，被楚风如此轻视，仙玉音自然更为生气。但是他转念一想，没有暴怒，反而微微一笑，说道：“那张天翼与我交手之前，也说了和你差不多的话，但是你知道他的下场吗？最终他只能被我踩在脚下，让我的剑一剑又一剑地插入他的身体，将他插成筛子，并且我还告诉了他，他之所以会有今天，全是拜他的好兄弟楚风所赐。”听得此话，楚风脸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目光却是渐渐地阴沉了下来。他知道仙玉音说的应该不是假的，可是只要想到张天翼因为自己而受了那样的苦，楚风便是心痛不已。什么？原来这仙玉音与楚风有仇吗？他挑战张天翼，原来是为了楚风。最不及亲人，更不及朋友，仙玉音这样做似乎有些过分了吧？此刻就连围观之人也都大概猜到了，仙玉音与楚风有过节，但更多的人都不认同仙玉音这种做法。楚风，你知道吗？我告诉过张天翼，只要他肯与你断绝兄弟情分，我就肯放他一马。不过他倒是嘴硬，不仅不肯说我想听的话，反而骂我，所以最终我只能割下了他的舌头。仙玉音说话间，自乾坤袋取出一物，看到那物，楚风顿时神情一变，双拳紧紧地握了起来，握得滋滋作响。他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就快要爆炸开来，简直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仙玉音手中拿着的，那竟是一个舌头。仙玉音真的割下了张天翼的舌头。仙玉音，你是想我杀了你，对吗？楚风冷声问道。此刻他的声音都变了，阴沉却有力，当真已然动了杀意。仙玉音一阵大笑，随后脸色猛然转冷，对楚风说道：“这句话同样应该由我来说。”话音刚落，仙玉音已然挥动帝兵，对楚风发动了一道斩击。帝兵一出，威压四射，许多靠得近的人都是直接被那股威压吹飞开来，而凡是被那威压击中之人，轻者口吐鲜血，重者更是当场丧命。好狠的手段！眼见着仙玉音竟然这样凶狠，已然不顾围观者的性命，甚至滥杀无辜。楚风眼中的寒意则是更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败类的存在，而这仙玉音绝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败类。只见楚风眼中雷霆闪烁，随后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2重力量便直接施展而出。这一刻，楚风的修为也是瞬息从1品5帝提升到了3品5帝，与仙玉音同样的修为，虽然修为相同，可战力却是全然不同。哪怕仙玉音是用帝兵发出的斩击，但楚风却是全然不惧，身形向旁一闪，楚风便将那斩击躲过，随后便如雷霆一般自高空飞落而下，砰的一声来到了仙玉音的近前。强大的力道使得石屑纷飞，大敌撕裂。见楚风眨眼之间便来到了自己近前，仙玉音则是神情大变。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了他与楚风的差距，5品战力，楚风竟然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比仙喵喵还要厉害。你这个人渣，今日我便废了你！然而楚风却没有给予仙玉音机会，说话之间手掌为刃，只听突的一声，便洞穿了仙玉音的身体，竟然破开了仙玉音的丹田。这一刻，仙玉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就连手中的帝兵都是掉落在地。我的！而此刻，人们也终于再度看到了楚风与仙玉音。只是看到此刻的楚风与仙玉音之后，无疑不是神色大变，满面吃惊。楚风站在仙玉音的近前，有着与仙玉音一样的修为，但他却用手掌洞穿了仙玉音的丹田，而仙玉音除了痛苦的喊叫之外，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楚风只是一击便击败了仙玉音，这个实力当真是让人们大开眼界，甚至感觉不可思议。楚风不是9品半帝吗？就算动用手段，也应该2品5帝才对吧？怎么会是3品5帝？还有，怎么只是一击就击败了同为3品5帝的仙玉音？要知道，仙玉音手中握着的可是真正的帝兵啊，而楚风却什么都没用，只是徒手便刺穿了仙玉音的丹田，二者的实力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住手！而就在此刻，一道怒喝之音忽然自天际之上传来，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那是一位远古精灵，白发苍苍，面容苍老，那是一位老者，满面皱纹，非常之老，但是他的修为很强，竟是一位6品5帝，并且目光阴狠，看向楚风，满满的都是杀意。而看到这位之后，楚风也是目光一凛，本就愤怒的脸上再度增强了几分。这位远古精灵，楚风之前没有见过，可楚风知道
他一定是与仙玉音有所关系才对，否则不会帮着仙玉音。至于楚风为何此刻如此愤怒，那是因为那个远古精灵出现的同时，他的左手与右手竟然分别抓着一个人，那是自己的好兄弟张天翼以及张天翼的父亲张明。此刻无论是张天翼还是张明，皆是浑身是血，气息卑微，就仿佛随时都会死去一般，当真是虚弱至极。仙玉音不仅击败了张天翼，还真的折磨了张天翼，甚至连张天翼的父亲也都受到了牵连，真是混账。见到这一幕，楚风当真是怒意滔天，那插入仙玉音丹田的手掌便是猛然一握，阵阵武力便由内至外开始摧残仙玉音。伯伯，救我，救我呀！仙玉音大喊起来。楚风，快给我住手，否则我就杀了张天翼父子。那位仙玉音的伯伯大喊道。什么？这便是张天翼父子吗？仙玉音不仅击败了张天翼，居然还将他给抓了过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是只是切磋吗？至于折磨成这样，还连累其家人吗？当得知那位远古精灵手中的便是张天翼父子后，许多人也都对仙玉音很是反感。事实上，当仙玉音先前那道斩击斩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后，就已经让他失去了人心。放了他们两个，否则我就立刻让仙玉音死在这里。楚风冷声说道，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杀玉音，你敢吗？玉音可是远古精灵的少爷，你敢杀他，1万个你也不够死。但我敢保证，你若不马上放了玉音，我便让张天翼父子立刻惨死。那位满目凶相的说道。然而楚风手掌猛然拔出，随后又再度狠狠地插进了仙玉音的丹田，这才说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杀他们，但你不照我说的做，我肯定会杀了仙玉音。伯伯，放人，放人啊！他真的会杀了我，我不想死。仙玉音此刻眼泪都流了出来，那不仅是因为楚风的折磨，最重要的是感受到自己的修为正在急速流逝，他的心都在滴血，那可是他辛辛苦苦修炼而来的修为啊！我放，我放！见楚风一再折磨仙玉音，那位也是慌了，只得将张天翼父子俩丢到楚风的近前。张师兄，张前辈，你们还好吧？楚风赶忙问道。楚风，我们没事。张天翼的父亲虚弱的说道。至于张天翼，则是面带微笑，却并不说话。而这样的一个举动，却让楚风心中一紧，感到很痛。他知道张天翼不是不想说话，而是说不了话，他的舌头真的被仙玉音给割了下来。忽然之间，楚风仰天长啸，发出了一声怒吼，那声音之刺耳，莫说大地震颤，连虚空都是一阵抖动。他当真是愤怒不已，可是他却不能杀仙玉音。不管怎么说，仙玉音都是远古精灵。终于，楚风停止了呐喊，脸上强挤出了一抹微笑，对张天翼说道：“师兄，前辈，你们的苦不会白受。”话到此处，楚风的眼中忽然闪过一抹狠色，随后手臂猛然用力，整条手臂便穿透了仙玉音的身体。而这一刻，仙玉音则是大嘴一张，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随后便扑通一声再倒在地，他已然没了气息，死了。仙玉音死了，杀了，到底还是被楚风所杀了。楚风知道他有很多理由都不能杀仙玉音，但是当看到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前辈被仙玉音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楚风却又实在找不到不杀仙玉音的理由。所以今日仙玉音他必须杀。不，亲眼见着仙玉音被楚风所杀，那位远古精灵的顿时发出了一声愤怒无比的咆哮。接着，至于楚风，则是猛然抬脚，将仙玉音的尸体以及仙玉音的地兵全都踢向了那位远古精灵。随后，一只手抓着张天翼，一只手抓着张明，施展出青龙疾行术，便向远处逃去。楚风，我今日非要将你碎尸万段不了！接着，仙玉音的尸体与地兵后，那位并未打算放过楚风，反而不依不饶地追了过来。他不仅施展出了全力，更是释放出了远古精灵的血脉之力，杀意已决，这是非要杀掉楚风不可。其实，楚风若是想杀，大可以将他杀死。6品武帝是很强，但楚风可是有着能够射杀7品武帝的麒麟剑士。但楚风已经杀了仙玉音，他不想再杀远古精灵了。毕竟远古精灵待他不薄，就算他们做了不可饶恕的事，但楚风知道罪魁祸首其实是仙玉音，将仙玉音杀掉，对楚风来说已经足够，不必再杀这位。至于楚风为何不拿出麒麟剑士吓唬对方，那是因为楚风觉得对方已经抓狂，麒麟剑士吓唬不住他，而楚风又不想杀他，所以此刻能做的便唯有逃。楚风，你又没有错，何必要逃？而就在此刻，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的近前。看到这位，楚风顿时面色一喜，这位竟是练兵仙人。此刻，练兵仙人面带微笑，径直地走到了楚风身后，拦在了那位的身前。滚开！而那位远古精灵绝对认识练兵仙人，但此刻失去理智的他，却根本不打算给练兵仙人面子。滚！然而，当那位靠近之后，只见练兵仙人大袖一挥，顿时狂风大起，一阵狂风直接将那位远古精灵给吹飞开来。那位6品武帝的远古精灵，在练兵仙人的面前，竟然连一击都抵挡不住。7品武帝感受到练兵仙人的气息，楚风也是颇为吃惊。他没有想到，练兵仙人竟比阴阳仙人还强，真正的修为竟是7品武帝，我也是刚突破而已。练兵仙人笑着对楚风说道：“我帮你为他们治疗吧。”好。楚风点了点头。此刻张天翼父子俩的伤势的确不轻，所以楚风也管不了那么多。就在此处，与练兵仙人联手，开始为张天翼父子疗伤。师兄，前辈，我又连累你们受苦了。为张天翼父子疗伤之后，楚风很是惭愧地说道：“这是什么话？倒是因为我们让你杀了那仙玉音，看来是让你惹上大麻烦了。”此刻，张明更是惭愧不已。楚风师弟，是我无能，除了连累你，什么都帮不上。至于张天翼也是如此，他们父子俩都知道远古精灵的能量有多大，5只圣土最可怕的
便是远古精灵，所以在他们看来，楚风斩杀了仙玉音，这绝对是惹上大麻烦了。而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他们未必是祸。练兵仙人淡淡的一笑，这句话他是传音说的，只有楚风三人能听到。听得此话，楚风三人神情皆是一动。张天翼父子是有些听不懂，而楚风则是意识到了什么。与我走吧。练兵仙人说话间，便要带楚风三人离开。妖孽仙人，妖孽仙人，妖孽仙人。而就在此刻，下方忽然传来阵阵如雷鸣般的呼喊之声，直冲云霄，响彻苍穹。原来，在楚风为张天翼疗伤的时候，那些围观之人也都追赶了上来。此刻他们全部在振臂高呼，是在为楚风庆祝，庆祝楚风战胜了仙玉音，夺得了5只圣土最强小辈的名号。虽然亲眼目睹楚风斩杀了仙玉音，可却没有人责怪楚风，至少大部分都支持楚风。毕竟事情的经过，人们都看在眼里。仙玉音那样对待楚风的兄弟，乃是不对在先。楚风为了兄弟情谊，杀他也并不为过。事实上，楚风果断斩杀仙玉音，更是让许多人发自内心的对楚风产生了敬意。如此重情重义之人，才值得他们如此尊敬。妖孽仙人。而此刻，楚风则是微微一愣，有些迷惑。练兵仙人的确在此，可他们为何要喊妖孽仙人？你还不知道吗？此刻倒是练兵仙人笑了。前辈，这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你已是龙极界灵师，理当有个仙人的名号，你自己未定，便有人给你定了。一时之间，很多关于你的名号传播开来，到现在唯有这妖孽仙人的名号被大部分人所认可。所以你现在不仅是楚风，还是妖孽仙人。练兵仙人笑着说道。妖孽仙人，我的名号。楚风此刻有些哭笑不得，不知不觉间竟然被别人给起了个名号，并且还是妖孽仙人。妖孽之意是指物类反常之现象，是指不祥之兆，是指妖魔鬼怪，是比喻邪恶的人或事。仙人之意是指得道高人，是指惩恶扬善，是指一代宗师，是指黎明所膜拜之对象。二者全然不同，本格格不入，不该放在一起。可是这妖孽仙人用来形容楚风，却又显得如此贴切。好，那从今以后，在这5只圣土，我便是妖孽仙人。忽然，楚风也是微微一笑，倒也是认可了妖孽仙人这个名号。之后，练兵仙人与楚风引入虚空，继续前行，直到周边再无一人后，练兵仙人这才对楚风说道：“楚风，此次的事情是暗殿搞的鬼。”果然是暗殿。楚风叹道，毕竟他对此也是早有猜测。暗殿。而张明宇、张天翼却是有些不解，他们自然知道暗殿，但却只限于在西门地族之时暗殿的出现，对于暗殿的其他事，他们并不了解。事实上，现在5只圣土上的很多人对暗殿的了解都止步于西门地族，人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暗殿的威胁。前辈，师兄，暗殿可是非常危险的。楚风将暗殿的事情大概的告诉了张天翼父子俩，这暗殿的能量竟然这么大。得知之后，张天翼父子皆很吃惊，的确很大。他们似是怕远古精灵插手此处的事，竟然主动袭击了远古精灵的多个势力。这种情况下，精灵国王也只能坐镇远古精灵，调遣诸多强者与暗殿开战，就连暗殿殿主也是频频现身。练兵仙人说道，暗殿竟然主动与远古精灵开战，暗殿殿主也是出面。得知此事，张明甚是吃惊。在5只圣土这么多年，他是深知远古精灵的能量有多大的，哪怕知道暗殿的危险，可却也不觉得暗殿能与远古精灵抗衡。暗殿正面交手，自然不是远古精灵的对手。可关键就在于我在明，敌在暗，暗殿只是派精锐不断的偷袭远古精灵的分布，远古精灵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暗殿所牵制。练兵仙人说道，真是卑鄙。楚风说道，的确卑鄙，不过暗殿却也低估了远古精灵。练兵仙人说道，前辈，您的意思是楚风想到了什么？精灵国王与暗殿殿主正面交手过一次。练兵仙人说道，胜负如何？楚风问道。暗殿殿主逃了。练兵仙人说道，国王大人果然厉害。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大喜。暗殿最忌惮的其实就是远古精灵，暗殿殿主既然与精灵国王正面交锋，若是能杀精灵国王，他绝对不会留手。但是他逃了，就说明他还不是精灵国王的对手，这是一个好消息，绝对的好消息。不仅如此，哪怕暗殿再想尽办法牵制远古精灵，可远古精灵还是派精锐部队来了。练兵仙人说道，这种时候远古精灵居然还派精锐来此吗？得知此事，张明很是吃惊。按理来说，在自家人不断被袭击的时候，远古精灵应该自精灵王国内派出高手支援各个分部才是，毕竟不管暗殿有何阴谋，伤害的也是他人，而并非远古精灵族人。可正因这里伤及的人本与远古精灵无关，而远古精灵又偏偏来了精锐，才使得张明对远古精灵刮目相看。原来最以苍生为重的竟是远古精灵，因为远古精灵猜到了一种可能，这个可能若是实现，比是血杀阵还要可怕，所以他们必须阻止。练兵仙人说道，暗殿又要做什么？楚风问道。这件事还是由落空大人与你说吧。练兵仙人笑着说道，随后便继续引路。落空大人。而听的这个名字，楚风则是心中一动，他知道落空大人是何方神圣，那是与梁华大人一样，远古精灵，精灵王国内的4大元老之一。虽然精灵国王被暗殿殿主牵制，不能来此，但是想到落空大人竟然来了，楚风也是踏实了不少。毕竟落空大人贵为元老，实力应该不会比梁华大人差，搞不好也是8平5地，有他坐镇，莫说暗殿的其他强者，就算灭世仙人来了，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随后，在练兵仙人的带路下，楚风等人来到了一处无人之地，这里渺无人烟。可是只见练兵仙人手指一点，便有一道结界门开启。穿过结界门，楚风顿时面色大喜。远古精灵此次的确派来了精锐部队，虽然此刻他们乔装打扮，皆是人类的模样，
可楚风还是能够认出他们，尤其是那位落空大人。但这不算惊喜，最惊喜的是苏柔、苏美两姐妹竟也在其中。楚风哥哥见到楚风，苏美直接扑入了楚风的怀中，而苏柔虽然没有像苏美那般，却也是淡淡的笑着，笑得很是迷人。从她那笑容中可以看出，看到楚风，她也是非常的高兴。好歹师兄也在这，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见状，张天翼一脸别扭的说道：“张师兄。”见状，苏柔与苏美这才纷纷与张天翼打起了招呼。算了，你们两个重色轻友的丫头，看到我楚风师弟，眼里就根本没有这个师兄了。张天翼开玩笑说道：“对啊，看到我楚风哥哥，我眼里就谁都没有了。虽然这个家伙之前又蠢又笨又弱智。”苏美笑眯眯的说道：“哪怕现在，她也不肯放开楚风，而是紧紧的抱着，丝毫不顾周边诸位前辈的目光。这个丫头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少女，可却还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少女心性，又蠢又笨又弱智。我有过那种时候。”楚风则是一脸的质疑：“没认识你的时候，在我看来你是这样的。”苏美说道：“结果了，认识之后就被人家俘获了芳心，现在看到人家一口一个楚风哥哥的叫着，比对我这个亲姐姐还亲。”苏柔在一旁翻着白眼，人家已经是楚风哥哥的人了，不叫楚风哥哥，难道叫相公吗？那可要等他娶我们的时候才能叫的。苏美甜甜的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心头一酸，的确，苏柔、苏美早就是楚风的人了，只是楚风还未迎娶他们。其实楚风有楚风的打算，迎娶苏柔、苏美那是迟早的事，但他希望在那婚礼上有他的父母在场。这一刻，一直被晾在一边的落空大人忍不住咳嗽了2声。好了，你们以后再打情骂俏吧，现在可是有正事要谈。练兵仙人也是说道：“落空大人，您知道此次暗殿的阴谋？”而楚风也是主动询问起来。的确知道，暗殿是要放出月魔。落空大人说道：“月魔？月魔是什么？”此刻不仅楚风一脸好奇，就连张明也是一脸的好奇。世人皆知道，月下迷宫内有着诸多宝藏，但却少有人知，月下迷宫内有着一只月魔。事实上，这只月魔，我远古精灵之前也不知晓，倒是清玄天告诉我们的。落空大人说道。清玄天前辈，楚风颇感吃惊，没有想到此事竟然与清玄天有关。月下迷宫的最深处，自古以来只有清玄天一人闯入过，他也是在那里面发现的月魔。换句话说，是清玄天解开了月魔的封印，放出了月魔。落空大人说道。清玄天前辈放出的恶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楚风忍不住认真询问起来。后来经过落空大人的详细讲述，楚风才终于知道事情大概的经过。月魔的确是清玄天放出来的，并且还是故意放出来的。当时月魔被放出来之时，还不是完整的形态，但却已然非常之强，并且凶性滔天，暴力无比。若是完整形态，连清玄天也不是他的对手。而月魔被放出后，便开始凝聚本体。凝聚本体的关键，据说是2颗冰火珠子。清玄天破坏阵法，抢下了2颗珠子，这才阻止了月魔凝聚完整的形态。但清玄天却并没有趁机除掉月魔，而是用阵法化解了月魔的凶性。而清玄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月魔本性非恶，相反，月魔本体是仙。本来清玄天想放出来的就是月仙，却不曾想放出来的是月魔。而之所以原本的月仙会变成月魔，乃是因为自古以来太多人闯入月下迷宫，而死在月下迷宫的人们以浓郁的血腥气息以及久久不散的戾气，才改变了月仙，使其化为了月魔。不过清玄天在月魔的身上留下了强大的阵法，使其不会再受此处的血腥之气与戾气所影响，反而会让其戾气彻底散去。清玄天说，万年之后再将冰火珠子归还，月魔便可化为月仙。本来清玄天是想将冰火珠子交给远古精灵保管的，可不曾想他又忽然变卦，自己将冰火珠子带走了。冰火珠子难道是？楚风此刻看向了苏柔与苏美，目光有些复杂。他终于意识到，苏柔、苏美来到此处并非是巧合，而是为了这月下迷宫而来。看来苏柔和苏美已经将冰火珠子的事情告诉了练兵仙人，而练兵仙人应该也告诉了远古精灵，这已然不是秘密。苏柔与苏美体内的冰火珠子便是月魔凝聚完整形态的关键。楚风哥哥，我与姐姐体内的冰火珠子是在清玄天大人的地藏找到的，我们觉得我们体内的冰火珠子应该就是可让月魔化为月仙的冰火珠子。苏美说道。可是若将你们体内的冰火珠子取出，你们的修为会受损的，就连身体也。楚风说道。其实以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也可以将苏柔、苏美体内的冰火珠子取出，但是那冰火珠子已为2人所用，取出的话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反而会让他们修为受损，甚至身体上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楚风小友，清玄天还特意说过，虽然月下迷宫内以往的血腥之气与戾气无法影响月魔，但这血腥之气与戾气若是达到一个恐怖的级别的话，仍然会影响月魔。就比如现在这么多人聚集于月下迷宫，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若是他们全部死在里面，那徘徊在其中的血腥之气与戾气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现在万年时间已过，是月魔成仙的关键时期，暗殿这个时候散播月下迷宫的地图，就是想引众人进入其中，让他们死在里面。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用这些无辜生命的血让月魔恢复魔性，他们是想让月魔为他们所用啊。落空大人说道。这还不简单，月下迷宫还没到开启的时候，阻止人们进入不就得了？只要没有这么多人死在里面，就算是暗殿也没有办法了吧？楚风说道。月下迷宫每个月会开启一次，但也需要特殊的日子，而这个日子之前，任凭是谁都无法进入。这也是为何月下迷宫外聚集这么多人的原因。所以现在阻止，以远古精灵的能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说到底，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他都不想伤害苏柔与苏美。可是楚风小友，
就算我们阻止了这一次，却难以阻止下一次。只要月魔还在月下迷宫之中，暗电就可以想到其他办法恢复他的魔性。所以你们想用冰火珠子让月魔变成月仙，让月仙为你们所用，对吗？楚风说道。的确是这样，这也是最好的办法。毕竟暗电这个祸根，还是早点除掉为好，否则五之圣土难以安宁。你也知道，暗电抓走了嗜血杀阵的所有远古凶兽，可是他们却并未放出远古凶兽。他们究竟想做什么？究竟有着什么阴谋？我们都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暗电是极其危险的。落空大人说道。此刻，楚风也是沉默了。暗电的确很危险，不仅知道很多五之圣土不为所知的秘密，也许还知道五之圣土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想干嘛，但他们肯定要做很危险的事，对五之圣土众生灵不利的事。楚风哥哥，我们已经知道你与暗电的事情了，就让我们为你尽一份力吧。若丢掉修为，就能拯救苍生，就能够帮助到你，那实在是太值得了。苏美笑眯眯地说道。楚风以大局为重，苏柔也是开口劝道。而事实上，此刻的楚风也根本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是看着自己两个心爱的女人，为了帮助自己，既然要牺牲自己的修为，损害自己的身体，楚风当真是心疼不已。说到底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否则又何必这般？那你们怎么做？楚风问道。据我们对月下迷宫的了解，暗电之人所散播的地图会成功的将人们引到蟠桃树的位置。落空大人说道。蟠桃树？楚风眼睛一亮。蟠桃树是月下迷宫最出名的宝藏之一，吃掉一颗蟠桃可得100岁寿命。练兵仙人解释道。竟然如此神奇，这蟠桃树真的存在吗？楚风问道。这样的宝贝若真的存在，简直是延年益寿的至宝。而楚风认识的很多人其实已经快要到达了寿命的极限，若是能得到蟠桃的话，便能够帮助那些人。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练兵仙人笑着看向了落空大人。蟠桃树的确存在，不过真正见过蟠桃树的，除了我远古精灵，怕也唯有远古之后的5位帝王了。落空大人说道。竟然真的存在？听得此话，练兵仙人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期待的笑意，说道。难怪你们远古精灵的寿命活得这么久。此刻落空大人咳嗽2声，显然练兵仙人说对了，所以落空大人也是有些汗颜。其实我远古精灵得到的收获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多。蟠桃树虽然大，可是果子成熟的时间却不同，所以我远古精灵每隔500年才进入其中一次，每次采集的数量也就几百个而已。落空大人说道。几百个？你们还嫌少？练兵仙人一脸的鄙视，随后说道。你们独占蟠桃树，这样可不好。现在来看，似乎想独占也是不行了，毕竟这地图的终点就是蟠桃树所在的位置。楚风说话间取出了那张暗电所散播的地图。只是暗电不是想在月下迷宫杀人们吗？莫非他们准备在那里埋伏着？楚风问道。不，蟠桃树所在的位置本身就是一座杀阵，杀阵若是运转，所有人都将死在其中。而暗电之人应该是知道开启杀阵的方法，所以才会制定这地图，将人们引向那里。落空大人说道。您的意思是说，那蟠桃树所在的位置乃是一个屠宰场，人们进入其中只有等死的份？楚风问道。那么蟠桃树呢？这样一来，蟠桃树不是也毁了？练兵仙人似乎更关切那蟠桃树。不，那阵法只杀人，不会伤及蟠桃树。事实上，月下迷宫的杀阵很多，但都只是杀人，而不会伤害月下迷宫内的奇珍异宝。落空大人说道。那该怎么阻止？楚风问道。这就是我们为难的地方。落空大人感叹一声，这才说道。蟠桃树杀阵所在的阵眼，我们倒是知道，只要毁掉那阵眼，蟠桃树的杀阵也就不在了。只是因为之前有贪心，所以我们并没有毁掉那阵眼。现在想毁，怕是暗电之人也将有所准备，一场恶战是无法避免了。落空大人说道。你们是怎么知道那阵眼的？是不是清玄天告诉的？楚风问道。因为他发现最了解月下迷宫的并非远古精灵，而是清玄天。远古精灵能知道这么多，应该也是清玄天说的才是。说来惭愧，的确是清玄天说的。当初清玄天击败我们的国王陛下，让我们割除远古仙池后，他也绝对有些亏欠我们，所以才将蟠桃树的事告诉了我们。而那阵眼也是清玄天发现的，只是当时他无法破坏阵眼，必须用阵法破坏阵眼的防御才行，而破坏阵眼的防御需要至少1000年的时间，所以清玄天才将此事告诉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在1000年后摧毁那阵眼，彻底破掉蟠桃树处的杀阵。落空大人倒是没有隐瞒，但是你们因为心怀私心，没有按照清玄天前辈说的做。苏美心直口快，忍不住斥责起来。的确是私心作祟，说来惭愧。落空大人一脸苦笑。好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现在当务之急是阻止暗电伤害无辜之人。落空大人，您有详细的计划吗？楚风问道。有。落空大人点了点头。随后落空大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原来阵眼与杀阵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兵分2路，想让练兵仙人与楚风与不知情的人们一同前往蟠桃树所在的位置，想办法用他们的结界之术阻止杀阵开启。而远古精灵则直接率领大军前往杀阵阵眼所在的位置，只要破坏阵眼，那杀阵也就解除，自然便没有了威胁。只是这件事说起来简单，所有人都知道，做起来肯定没有这么容易。毕竟通过之前是血杀阵的事情来看，暗电实力不容小觑，此次如此大的动静，定然更是有所准备。暗电之人一定会守住杀阵阵眼，因为开启杀阵的地方就在阵眼那里。总之，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小柔、小美要跟着我们？楚风问道。不，他们要跟着我们，我来保护他们更安全。落空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倒是眉头一皱。落空大人他们可是要去与暗电恶战的，跟着他们安全？真的安全吗？只是让苏柔和苏美他们跟着自己和练兵仙人，楚风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相比之下，
苏柔和苏美的确是跟着落空大人以及远古精灵的精锐部队更为安全，但楚风还是很放心不下。楚风小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护2位姑娘。落空大人似是知道楚风的担忧，不由得保证道：“其实我知道一条通往蟠桃树的捷径。”忽然，楚风说道：“捷径？”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愣。所以，若是那杀阵很好控制的话，倒是不用练兵仙人跟我同行，我自己通过捷径前往蟠桃树，提前布置阵法，应该可以阻止那杀阵。楚风说道：“当真？”落空大人问道：“毕竟练兵仙人乃是7品5帝，若是有练兵仙人跟着他们，那就算与暗殿厮杀，也无疑是增加了一大助力。说到底，落空大人也是希望练兵仙人能跟着他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在阵眼处与暗殿决一生死。至于前往蟠桃树布置阵法阻止杀阵，其实乃是以防万一而已。我的确知道一条捷径，若是走那条捷径，会比寻常人快很多。”楚风点头道。楚风说的是实话，其实罗盘仙人给他的那个卷轴也是通往蟠桃树的，只不过那是一条捷径。而最令楚风欣喜的是，走那条捷径的话，刚好可以路过兽地宝藏所藏的位置，可谓一举两得。换句话说，无论如何，楚风都是要走那条捷径的。毕竟楚风来到月下迷宫的初衷，乃是为了取得兽地的宝藏。而话又说回来，楚风走那条捷径的话，速度的确会比暗殿那个地图快很多，所以楚风并不担心时间来不及的问题。他觉得他有足够的时间取兽地的宝藏，也有足够的时间在蟠桃树处布置阵法，阻挡那杀阵。只要那杀阵是可以阻挡的，那么以楚风的结界之术，就绝对可以阻挡。若是那杀阵开启后无法阻挡，那么就算练兵仙人同去，其实也是没用。不过最重要的是，楚风放心不下苏柔和苏美，想让练兵仙人保护苏柔和苏美。只是楚风小友，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此事？你能保证那捷径真的存在吗？练兵仙人问道。此事事关重大，他有些不放心。前辈，您看这张地图是真是假？楚风直接将罗盘仙人的卷轴拿了出来。其实我们也知道一条捷径，只是那条捷径需要钥匙才能开启，不知道楚风小友所说的可是我们说的那条？落空大人说道。落空大人，不妨看一看。楚风将地图递给了落空仙人。果然是，看到这张地图，落空仙人顿时放心的笑了，说道：“这是清玄天留下的，这地图就是钥匙，是真的，的确是真的。有这张地图，楚风小友就可以通过捷径快速抵达蟠桃树。若是提前布置阻挡杀阵的阵法的话，那效果显然会更好。”此刻，落空大人也是狂喜，毕竟这样一来，练兵仙人就可以跟着他们走了。只是万一暗殿的人为了以防万一，也派人前往蟠桃树所在的地方了怎么办？苏美担心的说道。相比眼下的局面，她更担心的乃是楚风的个人安危。他们应该不会派人去，毕竟杀阵只要顺利开启，所有人都要死，他们应该不会派人去送死，也没人愿意去送死。落空大人说道。我觉得小美说的不无道理，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苏柔也是说道，她自然也很担心楚风安危。放心吧，7品5帝伤不了我，我有可以斩杀7品5帝的至宝。楚风说道。听得此话，苏柔和苏美也是不再说话。楚风的言外之意很是明白，7品5帝伤不了他，那能伤他的就是8品5帝。8品5帝是什么级别的高手？那可是落空大人这个级别的。若是那种级别的高手都去了的话，就算练兵仙人陪着楚风也是没用。那此事就这样定下了。楚风小友，你的责任重大，一定要小心行事，记住关键时刻要先自保。落空大人提醒道。他知道楚风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有机会成为第2个清玄天的年轻人，楚风的安危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落空大人，我这边您就放心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若是遇到暗殿之人，请你们不要留手。楚风说道。就算你不说，我们也绝对不会留手的，我保证会见一个杀一个。落空大人说道。暗殿，这一次我一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此刻楚风斗志高昂，因为这才是他们与暗殿真正的交锋。之前吃了一个大亏，这次要将场子找回。此事定下，楚风便与练兵仙人他们分道扬镳，独自混入了人群之中。只不过这一次，楚风并没有露出真容，而是隐藏了身份。你们看到楚风了吗？他先前只是一击就斩杀了仙玉音，我听说了，只是没有看到，真是可惜。仙玉音太不是东西，楚风杀得好。此刻人们全部在议论楚风与仙玉音的事情。别看那件事情刚结束不久，但显然在这片区域已经传开了。快看快看，有个不要脸的家伙，自称赤地传人，还说曾与楚风一战，曾经击败过楚风。真的假的？走，快去看看啊，到底是什么人如此不要脸？忽然人群骚动起来，纷纷向那位所指方向前去。听得众人所说之话后，楚风也是颇为好奇，反正距离月下迷宫开启的时间还有一定距离，闲着无事，楚风也是跟着人群凑了凑热闹。主要他也是想看看是谁这么不要脸，这么吹牛皮，赤地传人打败过自己，这的确很是无耻。而当穿过人群，楚风则是看到了一个身影。看到这位，楚风顿时眼前一亮，竟忍不住笑了出来。那是一名男子，年龄与楚风相仿，只是他的造型未免太奇特了一些，留着一个刺猬头，根根直立，骨瘦如柴的他竟然还赤着上身。事实上，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个裤衩子以及一双草鞋，大裤衩子竟然绣满了花朵，那叫一个花花。而他的草鞋竟有颜色，且颜色还不同，一只红的，一只绿的，当真是狂拽酷炫雕炸天的牛天牛非主流。并且此人说话明明磕磕巴巴，但此刻却在当众吹牛。这位楚风的确见过，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王强。见到王强之后，楚风也是一阵欢喜。这王强虽然奇葩，但是本性不坏，楚风对他的印象倒是不错。想不到一别许久，今日还能相见，倒也是缘分。可是忽然之间，楚风目光一闪，
以他如今的本事，竟看不透王强的修为。王强还是老样子，吹嘘着自己多么厉害。不过看周围人的反应也是颇为有趣，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他，许多人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不要脸的疯子，看个热闹而已。甚至还有人当众辱骂他。可以看得出来，楚风在许多人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不然人们也不至于骂王强了。但是以王强的厚脸皮，又岂会在乎骂他之人？不仅不在乎，反而还出言讽刺。至于楚风，并没有露出真容与王强相认，毕竟楚风不知道此刻有没有暗殿的人在。尽管他也知道暗殿的人不打算杀他，但只是近期不打算杀他，早晚还是会杀他的。为了以防万一，楚风就算露出真身，也是在进入月下迷宫之后。就这样，楚风一直隐瞒着身份，直到月下迷宫开启之后，楚风随着人们一同涌入了月下迷宫之中。月下迷宫非同凡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数不胜数，而大多都是关于宝藏的传说。来到此处的人足有数千万，第一批进入月下迷宫的人也是非常之多，近数以百万，数以百万的人，什么修为的都有。莫说武王，竟然连武君境也来凑热闹。很多人都做着走大运而发财的梦，尽管知道自己修为很弱，可却也想要碰碰运气。当然了，胆敢进入此处的人，更多的还是有备而来者，如三伏、四族、九世以及诸多妖兽种族就不用说了，还有许多不出世的老怪物，甚至有些是曾名扬武之圣土的存在，连三伏也想要拉拢的高手。但如今他们都是快要寿终之人，为的就是那传说中的蟠桃树，只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实那地图的终点就是蟠桃树所在的位置。毕竟暗殿虽然散播出了地图，却也没有标识地图重点究竟有什么。楚风是第一批进入此处的，毕竟他有着拯救众人的任务。起初一切还好，可不曾想走着走着，竟然有人不小心触碰了一座阵法。那阵法倒是没有伤及到什么人，可却封住了前方的路。该死，这是结界阵法，根本就无法破坏，这可怎么办？刚刚是谁触碰的机关？给我站出来！一时之间，人们气急败坏，就要声讨那触发机关之人。而这种情况之下，自然也没有人愿意承认，毕竟谁都不傻。这个时候承认，简直就是找死，会被乱拳打死，甚至是死无全尸。诸位不要慌，依照老夫看，这结界阵法虽然厉害，可36个时辰之后就会消失。既然都破不开，不妨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忽然，一位天道府的长老开口说道。这位长老叫做岳灵，修为不错，乃是一位6品武帝，并且他还是一位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乃是天道府的当家长老之一。所以这位岳灵长老在武之圣土上也是颇具威望，所以他开口倒也颇具权威，很多人都信了。岳长老，您也是界灵师，难道您对这结界阵法也是没有办法？有人问道。没有办法。岳灵长老摇了摇头。那岂不是要等36个时辰？36个时辰之后，后面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涌进来。此刻许多人都是眉头紧皱，能够率先来到此处的都是修为不错的，全部都是8品半地以上的高手。简单来说，能够率先抵达此处者，基本上不是武帝，也都是半地巅峰，是从那数百万人中跳出来的精英。而人们都有私心，他们之所以拼尽全力的跑到最前面，就是想甩开后面的人，不想与后来者分享宝贝。若是在这里等36个时辰，那后面的人都追了上来，那他们的一番努力就白费了。显然他们都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除此之外没有他法。岳灵长老再度说道。老头，你说的不对。就在此刻，王强说道。你说什么？听得此话，岳灵长老顿时剑眉倒竖，他生气了。他的生气不仅是因为王强顶嘴，最主要的是王强出言不逊，竟叫他老头。我说你说的不对，其实一言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龙纹界灵师便可以破开这阻碍。王强说道。龙纹界灵师，你说的倒是轻松，你去找一个龙纹界灵师过来。岳灵长老很是不爽的说道。我知道一个人，他是龙纹界灵师，我相信他此刻就在此处。王强说道。你说的是练兵仙人？忽然有人问道。不，来到此处的可不止练兵仙人一个。王强说道。你是说妖孽仙人楚风？此刻有人想到了楚风。楚风不仅是一代妖孽，更是一位龙纹界灵师，并且有许多人看到了楚风来到月下迷宫，所以人们都知道其实是有一位龙纹界灵师在此处的。正是。王强笑着点了点头。楚风妖孽仙人。呵，此刻岳灵长老则是轻笑一声，且笑得很是讽刺，随后说道。先不说楚风杀了仙玉音后早就被远古精灵吓跑了，根本就没敢进入此处，就算他真的来了，就凭他的结界之术能够破得开这里的结界。虽然老夫不是龙纹界灵师，可却深知龙纹界灵师之中也有强弱之分的道理，而这里的结界是何其厉害，以我等的力量联合起来都无法攻破，区区一位毛头小子能够解开？反正这种事情不管你们信不信，老夫是绝对不信。岳灵长老一阵冷嘲热讽，可以从话语中听得出来，他似乎很看不起楚风。简单的来说，他对楚风敌意不小，若是我能解开，不知这位长老又当如何？而就在此刻，楚风则是露出了真容，自人群之中走了出来。他现身了，因为进入此处后，他便一直认真观察，发现似乎没有暗殿的人跟过来，所以就算现身也是无妨。更何况楚风急着拿到兽地宝藏，并不准备在这里浪费时间，本来就打算现身，而现在既然有人怀疑自己的能力，不仅怀疑还冷嘲热讽，那楚风就必须要让他看一看自己是什么样的龙纹界灵师。